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面包板。面包板呢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它呢是由很多插孔组成的。这一端是两个接电源的，这两个插孔实际上与这些插孔是不通的，也就是说独立的。那么这个里边的插孔呢，这个横着这4个，也就是说横着这五个，这边横着5个，相对来说都是独立的。那么这边上的这个1、2、3是相通的，然后1、2、3、4是相通的，这段1、2、3是相通的。那么这边呢是1、2、3、4是相通的，然后这4个是相通的。那么这里边同样的是1、2、3是相通的，这个1、2、3、4是相通的，这3个是相通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中间这个排的就是这样横排，这5个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这5个插孔是相通的，其余的都是不连通的。那么也就是说单独的5个是相通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它能干什么用呢？它可以用来制作电路。我们这个面包板的个头就很大了，那么它就可以用来搭建功放和一些我们喜欢的小电路。它的优点呢，就是我们把元件插到里边，那么很显然我们只要把这个元件插到这里边，然后就可以了。那么只有横着的是相通的，竖着的是不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端用导线给它连接到我们的电源呢或者是元件连接元件，就可以构成一定的电路。这样呢，在不使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元件拔下来，这样元件上呢就不会有焊锡下次用还是跟新的一样。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网上购买电子元件的时候，时常购买到坏的。那么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往回返，他会说这个引脚上沾了焊锡，我们就没法退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面包板上把这个元件插到这个面包板上。比如说这个8角的集成块，我们插到这个面包板上随便找8个插孔，因为它是1、2、3、4这样是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旁边用引线给它连出来，把我们所需要修的电源板给它放到这个位置，然后呢把这个引脚一连接上。连接上以后，我们上机看如果这个集成块是好的，那么很显然是正常工作了。那么如果不是好的，我们可以把集成块卸下来，再换其他的集成块试那么直到试到好的为止。那么这个坏的集成块呢，我们就可以给厂家返回去了，因为一般都是7天无理由的，所以说我们就不会受损失另外呢，在买元件的时候最好是要交运费险，因为有了运费险我们就不会有损失。如果没有运费险，往往坏的芯片呢我们就只能扔掉了。我们看这2个呢是独立的，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这个呢也是相对独立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单元卸下来给大家看看后边是什么结构。好，我给它卸开了，我们看它后边呢都是这种铁片，也许是钢片。那么这样的一排，这是1、2、3是连在一起的，这4个是连在一起的，这3个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铁片呢横着是连在一起的是铁片，因为我的这个螺丝刀是有磁力的。那么我们给它撬开看一下它内部的形状。它的形状呢像一个个插座，弹力还是很好的，因为它是钢片。我们首先用它来测试一下稳压管的稳压值。我是用一个15伏的变压器，然后整流以后串联了一个灯泡，然后来做这个实验的。这端是负极，这端是正极，插到面包板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稳压管，我把它的正极插到这个负极上，然后呢这端接了一个 1K 的电阻接到它的负极，也就是说在正电压端插了一个 1K 电阻。那么我们把它放上以后，我们量它两端的电压值，就很容易量出它的电压。它的稳压值是 5.17。 那么我们再测量一个，正极要插到负极上，也就是稳压管的正极要插到负极上，然后这个稳压管的负极接这个 1K 的电阻，这个电阻要插到正电源上，然后我们量一下它的电压值。
它的稳压值是 5.51 伏。那我们再来测量一下长管和可控硅。长管一般都是中间是漏极，这边是原极，这边是山极。那么我们把它插到上边，把原极插负极，漏极插正极，我们串联了灯泡。那么我们这个是 NMOS 呢，我们就要用正电源的 1K 电阻来触碰它的山极。我们看灯泡点亮了，证明这个管是好的。那么因为它是溶性的，所以说它的山极存了电，所以灯泡始终是亮的。那么我们再用这个原极的这个 1K 电阻触碰一下它的山极，看它已经灭了。那么我们再用这个漏极这个电阻同样触碰了一下它的山极，它又亮了，证明这个长管是好的。这个 IRF4227 同样是一个长管，我们再看看这个长管是否正常。我们同样用它的漏极接的 1K 电阻触碰它的山极，我们看这个灯泡也是亮了，证明它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再用原极这个电阻来触碰它的山极，它灭了，那么证明这个长管也是好的。下面我们测一下这个双向可控硅，它是一个 BT136， 那么我们也同样的方法把它插到这儿，用 T2 端的这个电阻来触碰它的控制极，我们看亮了，它的内阻明显要小于我们这个长管。那么我们再用它的 T1 端这个电阻触碰它的控制极，我们看没有作用。那么我们把它拔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插上，它就灭了，证明这个可控硅也是好的。同样我们用 T2 端这个电阻来触碰它的控制极，它又亮了。那么我们的长管不同，长管我们如果用这个正电压，因为它是 NMOS 然后触碰它的山极之后，我们把它拔下来，然后我们再把它插上，它还是亮的，因为它的山极存了电压。只有我们用原极这个 1K 电阻来触碰它的山极，它才可以熄灭。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